这是我住的地方的巷口，它在一个凹进来的路里面，还蛮酷的。后面是那个住的地方在楼上，一楼是公共空间、洗澡的地方跟那个厨房。他的房间里面没有厕所，所以要来这边洗，还蛮麻烦的，连上厕所都要出来。而且我们是住在2楼，不过这边有洗衣机，我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用。他是跟我说看到的都可以用，所以我就给他用下去了，没问他。然后我们是住在2楼，这边装潢的还不错，一次把我全部的衣服都洗了。有地方住真方便。在来的路上看到一个流浪汉，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了，真是那种居无定所的感觉，真是很糟糕。房间在2楼，第2间还不错啦，蛮干净的，就是厕所比较麻烦一点。今天不赶路了，慢慢来，放慢步调，在这边放空一下。它是在一个山坡上的城市。在寻觅咖啡厅。好酷的店，二手店。本来想找个太阳下的位置，可是找不到，好冷哦。他们那边的风真的很冷。这个城市会在各个地方放音响，然后就整个城市在放同一个音乐，还蛮酷的。在这里取水，按这个它会出水，这是可以喝的。我要去找营地了。好的，水装好了，出发去找营地。这个城市真的是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上面，现在就一路往下滑下去，到处都是这种陡坡。差点摔倒，太陡了。这边就是这个贝济爷最有名的桥，每个 Google 的照片都在拍这里。找到了个更好的位置。
它那个桥中间好像有一个走道，一个小小的拱门。好了，我真的要离开了。这2个点就是北纪爷比较有名的地方。现在要把车推上去，好重啊！还装了一整袋的水，然后还买了食材，买了肉跟香蕉，香蕉好重，香蕉、肉、番茄还有洋葱。反正是重的东西，很扎实的东西。还有这个也很有名。它是一个水梯，然后这是1600多年的时候做的，17世纪做的。它的作用是把2个运河连在一起，因为它2个运河的高度有差，没有这个水梯让船可以升上去的话，2个运河就没办法连接在一起。它的运作原理就是它有9节水梯，你就进去以后，它会注水进去。然后你就可以到下一节，它是开门，然后你就下一节，然后再注水进去，你就这样子上去。船的电梯还蛮酷的东西。你看这一区是满的，到这边还有门把它挡住了，就这样子。注水进去，然后就可以上升，然后就可以再去下一阶。这边好像现在没有实际在使用，变成给观光客玩，好像可以坐船去体验，他就把你升上去，然后去下一阶，再去下一阶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下面那边有几艘船在那里，现在我觉得是要把它们升上来。它刚才水本来没有放那么大的，突然放很大。那些船刚才本来看不到的，现在升上来了。还有人帮他们绑绳子。那等下像刚才那样冲水的时候，船才不会飘来飘去的吧？我猜。现在跑来中间这边，等下后面那个门应该会关起来，然后就变成这2阶会一起上升，升到跟前面那边一样高，然后再开，所以它就是2阶的再开这样子。那边关门了。在上升了，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观光客耶？他们看起来不像工作人员。是有说观光客可以坐船，但我以为是坐在船里面。他们看起来很像观光客。对啊，他刚才说他讲这是最后一个，所以他一定是观光客，他不熟。好酷哦，观光客可以玩这个。亲自操作后面又有一批船要上来，超酷的！现在可以自己体验，这个体验超酷的。这边就是最后面了，到底了。我决定今天就在这边露营了。这是刚才那条河的河边，然后旁边是个葡萄园，这边的遮蔽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我带这个水袋，怕它在气雨洗下去会爆掉，而且很重。就在这边开火，在这边开火也不会有问题。我只要没有碰到葡萄园的东西，应该不太会介意吧。这边的风景还不错，那个河是沿着这边过去，有2棵树。本来想说找个更高一点的地方，可是太高的话，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的帐篷。
有些什么马铃薯、猪肉、蛋，这是起司，我要配面包吃的。然后菇菇、香蕉、洋葱、果汁还有番茄，好重，超重。然后还带了这一袋水。介绍一下这个，这是我从台湾买的水袋，然后我爸妈帮我带来的。我要用它来洗澡之类的。然后它从上面进水，下面出水。这边有一个像莲蓬头花洒的东西，转开了它就会出水。不过比较麻烦的点就是你要把它挂在够高的地方，它才靠高度的压力让水流下来。还蛮方便的东西，就是比较难带一点的。我今天是这样挂着，然后等一下就要来煮饭，然后就可以吃东西了。之前在公园都没办法在天黑之前生火，因为规定是不行的。这边就没有人管我，所以我白天应该就可以煮了。然后刚才煮一煮，早一点可以睡，因为他们这边8点才天黑，8点才开始弄帐篷，然后煮饭，就会拖到很晚，很晚才可以睡觉。我刚才买了这一块起司，然后我直接在生啃，这一块1.89欧，60几块台币而已，这么大一块，好爽哦！那我每天来吃，这样直接生啃超好吃的。我在台湾就很喜欢吃，只是因为台湾好像蛮贵的，在台湾吃很省，会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三角形，就大概那么宽而已吧。刚才本来想说切一下，但我觉得好像整块啃就好了，就觉得这样啃超爽。那回台湾之前多吃一点。本来想买鲜奶，可是刚才那间没卖。有树的话，这个就很方便，可以直接挂在上面，下面直接冲水。来洗我的菜，先这样子弄下来，把它关起来，省一点用。把我的睡垫拿出来，来一个舒服的野餐。好了，来煮肉。好久没有闻到肉的味道了。锅子太小了，我本来是打算这些全部一起下去煮，可是没办法。肉煮好了，然后等下再用这个肉汁来煮这些东西。这个菇菇酱很好粗哎！我在学 hook，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他的影片？好好吃哦。第二锅，因为我刚才这个肉有调味，所以菇菇也有一点味道。按这个第二锅来调一点味道。终于煮好了，这几天第一次煮的那么正式了。马铃薯、猪肉很好吃，刚才咬了一口。那这个菇菇也超好吃的。然后这一锅我还没试吃，节瓜、洋葱跟菇菇，还有番茄蛋花汤，又是番茄蛋花汤，超爱番茄蛋花汤的。耶，可以好好吃的。晚安。好亮。刚才发生了一个惊魂记，我不是在那个葡萄园旁边扎营吗？下午在煮东西的时候，就有一台车开进来，绕了一圈，然后他有看到我，我觉得他有看到我了。后来就都没有人了。然后到晚上扎好营9点多，然后刚起帐篷，然后又有一台车开进来，然后开进来以后就马上熄火了，然后我就很紧张。我在他开进来的时候，听到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把所有灯都关起来，然后拿了我的煮饭用的刀子拿在手上，然后等了很久，因为我帐篷都关着，就
用听外面的声音，然后也没有动静。后来我就跑出去看，结果他的车子还在那边，可是人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不确定人有没有在车上，反正就不知道到底什么状况，我也不太敢靠得太近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走，然后后来还过了大概可能半个小时，然后把车开走，反正就因为不确定他到底要干嘛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，觉得蛮可怕的。如果我真的碰到一个小就是不怕万一，只怕1万。反正就是保险起见，我就还是离开了。本来是想要到下午去的那个运河旁边，因为我下午有在那边看到一个感觉还不错的地方可以扎营，但是觉得还是不太安全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有问题的话，那边也不会到很安全，因为感觉附近也没什么人。然后所以后来就找了一个附近的一个度假村进来看看，因为他看到他 Google 地图上面有那个旁边有一块空地，进来。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在那边扎营，我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就走的比较慢。一台车一直经过，他看到我，然后他就来问我说是不是迷路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讲前因后果，然后来发现他是客人，然后很友善，然后反正就是给我蛮大的心理上的帮助吧。那时候前面觉得蛮焦虑的，然后现在就是扎营在那个 villa 的围墙旁边，它算是里面了，这边应该比较安全一点。如果真的出什么事的话，至少还是有人听得到，然后也跟那个人交换联络方式。他说有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，让我安心不少。这就是我刚才碰到的惊魂记。哎，为什么看其他人出来玩这种野营都没什么状况，我就出了一堆状况，每天都在出状况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明天要早点起床，早点离开人家的营业的地方。